李周不喜欢我，从我10岁搬到他隔壁，他就不喜欢我。还记得来的第3天，我抱着糖开开心心去找他，结果刚到楼下就被泼了一身的水，水很凉，我很懵。我抬头就看见那群孩子站在2楼，笑得前俯后仰的。对上我不解的目光，李周笑得更开心了。还真以为穿上公主裙就是小公主了。湿漉漉的头发在滴水，我低头看着怀里融化的糖果，沉默了。糖果我来之前照顾我长大的哥哥许博塞到我行李箱的，是我最喜欢的松仁巧克力糖，许博买了很多，还记得他一边帮我塞行李箱，一边嘱咐我，拿着糖果在新家也要找到好朋友，到时候把糖果分给朋友吃。他塞完了又看着我蹙眉，不开心的时候不要哭，告诉大人你想要什么，你为什么委屈，受了委屈也说出来，别总从自己身上找问题，谁委屈你谁有问题。我当时一边点头，一边拼命地把许博摁进我的行李箱。你别只塞糖，你怎么不进去？许博蹙起来的眉散开了，我摁得更起劲了。可许博到底太高，我行李箱太小，到最后我也没办法把他带走。带不走，我就死死抱着许博，一直到我爸来了，我还没挣扎，就被他一只手拎走了。我到了新家3天，爸爸给我买了玩具，还请了个保姆。可玩具玩几天就玩腻了，我去找保姆，保姆总会不耐烦地说，你去那边玩去。那是我第一次抱着许博给我的糖出门。到隔壁的时候，我抬头就看见一个2楼小男孩给我打招呼，他很兴奋地冲着我喊，你过来。我眼睛亮了，抱着糖想跑过去敲门，可到了门口没人开门。我抬头就看着他们抱着一盆水，水泼了下来，头发湿漉漉的滴着水，我抱着糖呆住了。他们笑了很久，最后有人开口了，哈哈哈，小公主就要这么狼狈才像话。那时我还不太明白，明明都没见过，可他们就是讨厌我，讨厌的莫名其妙。可我也没生气，我爸说过，人要活得快乐，就不能自我怀疑。我是最好的前进，如果他们不喜欢我，肯定是他们有问题。只是那天之后，我也不想再出门交所谓的朋友了。我本以为只要我不出门就见不到那个小孩了，直到我开学，我才发现什么叫倒霉。我开学的第1天，作为新来的插班生，我站在讲台上自我介绍，话还没说完，下面就一阵吵闹，我低头看下去，还是那群小孩，而为首坐着的我也眼熟无比。我下意识看向老师，老师却没有说话，只是面无表情让我下去坐着了。后来我同桌告诉我，那群人在班里特别猖狂的，让我不要招惹他们。而那群人为首的，也就是那天泼水的男孩，他叫李周。李周是他们一群人我们班里中最有钱的，小霸王的那种无所顾忌的随意感最能说明一切。我不想招惹他们，我没有妈妈，我只有爸爸。徒儿我爸爸很忙，他每天都要努力赚钱，我不能让他再跑来学校被老师骂一顿。但李周明显不这么想，我越无视他，他越来劲，甚至越来越过分，开始只是把我的书和凳子藏起来。可我没凳子，就去隔壁空教室搬一个，都快搬空一个教室后，学校才注意到，批评了班主任。班主任在班里发好大一通脾气，那之后才没人敢动我的凳子了。至于书，无所谓，每次丢了我需要用就再买，不需要用就不用。小学那点知识，许博在我2年级都教完了。他们发现这不行后，就在我抽屉塞癞蛤蟆。第一次塞，我确实被这突如其来的触感吓够呛，我浑身发抖，不敢回位置上。后来李周一边大笑，一边把癞蛤蟆拿走了。第2次塞，我有经验了，因为之前也有接触过，我还真不怕这东西，我只默默从抽屉里摸出了癞蛤蟆。回头看见李周还在呲着大牙笑，想都没想，手机眼快塞他嘴里了。那天李周的眼红了，哭的，他是嘎嘎的哭啊。班主任来了以后也没憋住，看着我们问谁带来的癞蛤蟆。他身旁一群人把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我立马提议说可以查摄像头。他身旁的一群人默默把话憋了回去。最后那件事也不了了之，李周休学3天，听说他们家还给他请了心理医生。后来李周再回来，老实了很多，可是没老实1个月，他又开始作妖。他在我的凳子上洒了红墨水，我那时5年级，一群人似懂非懂的窃窃私语。
老师来的时候也没问发生了什么，直接就说我怎么这么不注意，连红墨水都拿不好弄一身，说完让我回家换裤子。我没反驳，点点头转身走了。直到午休的时候我才又回学校。所有人睡着了，我默默坐在座位上，拉开书包，随手找了个矿泉水瓶子，就把上午出学校买的5瓶红墨水倒进了瓶子。李周睡得正香，就被我喊醒了，他懵懂抬头，我倒了他一头一脸。老师赶过来的时候问怎么回事，我非常愧疚，对不起啊，老师，我的红墨水经常拿不稳，这次又不小心了，辛苦李周同学回家也换趟衣服。老师看了我很久，最后蹙眉，小姑娘家家的，还是不要那么多事。我笑得更愧疚了，好的好的，我记住了，谢谢老师教导。大约是我道歉太快，那个老师也没找到理由怪我，冷哼一声走了。后来那个老师家的10面玻璃都碎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凶手，太可怜了。大约过去的10几年都顺风顺水惯了，李周也没想过能在我这接二连三的出事。他那天放学直接带着他的小弟们堵了我，我打不过他们，被他们逼到了角落。后来有个小姑娘闯进来了，小姑娘的板砖使得贼溜，一通下来就是拍。虽然最后没打过，但一气之下，一搬砖砸向李周，砸得不偏不倚，李周也没来得及躲开，顶着一头的血站起来时更生气了。小姑娘被他们踹了一脚，没站稳，也摔在了我怀里。我就抱着小姑娘，死死盯着李周。他们几个人，有人说完把我们关到地下室，有人说要把我们扔进臭水坑。李周等很久才开口把他们关到我家，我妈说打人犯法，我们把他俩关小黑屋就行。但他们没成功，警察来了。那天我和小姑娘在警察局抱头痛哭，警察安慰我们，没安慰好，我们俩哭得更厉害了。他们叹了口气，指着李周那几个一顿批评吐。直到我爸来了，李周爸妈也来了，警察问我有没有哪里不舒服。我们俩之前商量过，警察叔叔，我头被他们打到了，头晕头疼，叔叔，他们踹了我肚子，胃疼，别怕呀。叔叔给你们联系了医院的车，车马上过来，回头让这位阿姨出钱给你们全身检查一下，再商讨赔钱。那边李周他妈急了，我儿子出血了，出血也属于人家小姑娘正当防卫，你们这边7、8个男孩子围人家小姑娘俩，是想怎么样？也就是未成年，你知道成年该怎么判吗？聚众实施犯猥亵罪，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你们要管不了，孩子我们替你们送少管所。他妈愣住了，我儿子不去就好好跟人小姑娘谈赔偿，别在这大呼小叫，反正闹到最后赔了有几万，我爸全给小姑娘了。他说小姑娘叫乔醉，她身世不好，让我跟人家好好交朋友。后来我也想跟她交朋友啊，可该怎么交？乔醉是个好人，可是他每天也特别忙，我跟踪了他3天，硬生生没找到一点机会跟他说话。他下课就去替人买零食，放学就跑着回家，我蹲在孤儿院门口，又看他忙些帮忙摘菜、辅导作业。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，他又去发传单了。我最后也没跟他说上话，反而跟他同桌认识了。他同桌叫晨晨，住我隔壁的隔壁，一个看起来傻了吧唧的小少爷。我想了解一下乔醉，就去跟晨晨套近乎。当时这小少爷还真觉得我是找他玩的，他还挺开心。他说我长得漂亮，说我一定很讨男孩子喜欢。我怜爱的拍了拍他的头，傻孩子，那你长这么傻，是为了让所有女生躲着吧？晨晨有点大病在身上，但他本质还行，没有坑人的意思，也算不上坏人，还有那些拙劣的手法，笨得让人想笑，我也懒得理他。而且他家是真有钱，听我爸说都跟他们家有点合作。我还是没找到机会认识乔醉，不过一来二去，我跟晨晨先熟悉了。晨晨小学毕业那年要出国，他过来找我，让我帮忙照顾乔醉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本来就是冲着乔醉来的？我怜爱的看着这蠢蠢而无用的小 ATM， 好乖乖，你安心去吧，他之后有我的。小学班级固定，很难想办法转班，直到小学升初中，我一开学就奔着乔醉去了。新学校，新班级，空气都是新鲜的。结果没上2天课，李周那个狗也来了。自从上次进警局，他估计也是回家被骂了，后来也没那么傻逼了。
我也好长时间没在意了。现在就坐在我后面，就是动不动冷哼一声。我买零食，他也恬不知耻的过来要。开始我抱着不想跟着孙子计较的心态，他拿零食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后来他真的越拿越过分，我前脚刚从乔最那里买过来，后脚他给抱走了。你别太离谱，我确实是不爱吃零食，但我零食也不是给你买的呀。但我也不吵架，吵架能解决什么？对着他那一张臭脸，我违心的凑了过去，我挑的零食好吃吧？他冷哼一声，还行，你全吃，别大病太深。我放软声音，可是你看，我这钱都买了零食，也没钱吃饭了，你又把零食吃了，你这么有钱，能不能从我这买去啊？哦，嗓子压得太狠，恶心到自己了。他却没说话，脸上泛起了一点莫名其妙的红晕。多少钱？500，你看起来这么有钱，应该不缺吧？500我是计算好的，差不多就是他一天一半的零花钱。而他平时被坑也不是一回两回了，平时随便买点东西也都300-400。这次一看我低眉顺眼，他也懒得想我的薯片为什么这么贵，掏钱那叫一个利落。我乐呵呵在他的臭脸中接过钱，这活好，净利润450。等课间我又乐呵呵从乔最那里买了20包薯片，准备随时卖给李周，他也真买。不得不说，这孩子真搞笑，上辈子喜剧演员出身吧。后来乔最卖给我，我再卖给李周，这个钱我们俩赚的是真快乐。我暑假是要回老宅子的，我爸把之前破院子修成了3层小楼，隔壁是许伯家，许伯家是2层小楼，虽然不如我家大，但是他家更好看，他妈妈种了好多花，特别漂亮。我一回老家就是找许妈妈，我妈在我刚出生的时候就选择了离开，我爸要进城打工。很长时间里，我一直住在许家，有时候是苏妈妈抱住我玩，有时候是许妈妈太忙，家里没人了，我就坐在自行车上跟许伯一起去上学。许伯上课，我就老老实实的搬了凳子上，爬桌子上睡觉。等许伯放学了，就带我回家。我爸是1周回来一次，我爸不是不爱我，反而他更爱我，每次星期天都抱着我出去疯耍，他玩累了看着我叹气，说对不起我。我伸出小手拍着他的肩膀，看开点，我在许家过得比你还好。他笑了，抱住我又下水摸鱼，等到天黑才抱着累睡着的我送回许家。许妈不在，我被许伯接了过去。许伯抱着我放回床上，我迷迷糊糊的拉着他，总记得自己给他带了什么礼物。随后摸了摸口袋，最后塞给他了一只牛蛙。后来醒来，许伯给我了个本子，把你2年级课本的生词都抄一遍。我拿着笔，极其憎恨看着养在一旁的牛蛙，这什么破玩意，害我抄了全书的生词。我在许家待的是自在的，而这次放假，我抱着行李箱也直接过来了。许爸爸现在跟我爸一起都在城里干活，家里只有许伯和许妈妈。我一进门就看见了许妈妈，她在收拾萝卜，听见动静刚回头就被我扑了满怀。许妈妈乐呵呵的，被我抱住后索性拍拍我的后背。乖乖，吃饭了没？我头摇的跟拨浪鼓，外边饭不好吃。好乖乖，着了吧？先去书房找你许伯哥哥玩去，许妈前2天炸了你爱吃的藕夹，等我给你热一下。我还想吃咱家之前晒的竹笋干。许妈更开心了，给你调一大盘。我是真喜欢许妈，她好温柔，大约是儿子像母亲的缘故，许伯身上也有一份和他一模一样的宽松和温柔。在他家里，无心犯了错也不会挨骂，除了事先安慰家人，我要爱死他们了。屋内许伯在写作业，来之前是想好要怎么闹腾他，可到了门口又不敢敲门了。许久，门开了，他看着蹲门口的我，哭笑不得。还要蹲多久？我挠头，蹲到你自己发现我在这带暑假作业了吗？我大惊，城里没暑假作业的。那刚好，我之前的习题还在，你做一会。许伯的习题？那是人做的。我立马改口，我带了，去拿过来，写作业。我怒了，赶了一上午的车，就是为了下午1点在你房间做作业？我赌气没动，他平静抬眸，那双漂亮的眼睛就那么瞧着我，我一下就怂了，试图开口解释。我作业，说他
他今天不想出书包，是吗？他语气不变，眸子带了笑意，好看极了。是吧？那就让作业歇一天。你之前的漫画在你房间床下，之前装修的时候我给你整理了一下，没完结的我给你买到完结了。大脑比我反应都快，许博，我他妈好爱你。许博看着我，去看吧。家里有冰镇西瓜，别吃多。带许家挺好的，除了学习有点多。我在学校都不学习，但在许博这边是一天没落，不是我吐槽，有时候真觉得学校还真没许博讲的好。许博也不算讲课，就是看我写作业，偶尔聊天。许博很强，他总是很简单的从讲历史谈到经济，再从经济谈到数学，全能开挂型大佬，非常够我膜拜，强到我不敢说话，但我又不能不说话，因为每次他讲完一段，还要问我怎么想，让我自己再讲一下自己的理解和想法。虽然我什么也讲不出来，但许博还是要我说一下。他说会不会不重要，但人要有独立思考的习惯。他说这话的时候看起来真牛逼，我拍手，我思考，我啊吧，算了，我这个脑子就平平常常，装基础知识都难，只有承认自己废物，才可以心安理得摆烂。大多数日子里，我大夏天就啃西瓜听他讲课，听完写作业，写完睡觉。有一句话不得不说，跟许博待久了，真的容易无欲无求。就比如我来之前惦记的要疯，来之后就平静如松。我现在像极了跟着师傅物理修仙的小废物，师傅偶尔瞧我一眼，我就心满意足。就走的时候挺难过的，我拉着许博，真的不能进城住吗？许博摇头，我委屈，他叹了口气，认真的指了指小县城的高中。我学习学校不放手，校长说我要走，他就拉着我的班主任跳楼，死给我这个负心汉看。他说这笑话还挺冷门。一开学我就看见了李周那个死脸，本来心情就不好，他还拦着我，我往左他也往左，我往右他也往右，堵了半天，我没忍住，抬腿一脚，你干什么？他被踹愣了一下，脸更臭了，你暑假怎么不在家？把你电话号码给我一个，我原谅你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的沉默震耳欲聋，你怎么就没听到？他居然还伸手想摸我脸，这我能忍。我暑假刚跟许博学的擒拿术，我一个错身，一脚踹他腿上，反手就把人给摁住了。他懵了，脸红到耳根。钱静，你干什么？快放开我！我放开你，你从今天开始少在我面前说话。钱静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从今天开始，别总跟我说话。李周急了，你是不是怕别人说什么？不是，我是怕你把你的傻传染给我。李周愣住了，我也把人放开了，转身进了班里。李周那之后每次看着我脸更臭了，目光还带了一丝莫名的幽怨。你小子别太会恶心我。但相对比的是，乔最他妈的他开始搞股票了。这孩子一个暑假不知道干什么去了，他回来也不卖零食了，每天放学就研究金融。他还找到了我，我把许博给我讲的给他复述了一遍，他每天听的都很认真。我很难评价乔最这个人，有点子正直，有点子爱财，有点子聪明，还有点子过于爱财。他这个性格，这个身世，真的很容易走弯，可他又贪财又走得非常直，自己都那样了，还莫名有一股子正义感，而他当时帮我，就是因为他身上那股子正直。他觉得不对，那就是不对。他这个人正直且勇敢，勇敢且贪财。后来我也不试图跟他聊什么感情了，影响他割我韭菜。我把自己给他割韭菜，就是最好的感谢。我高考那年，高中毕业典礼上，李周凑到我旁边拍照，吓了我一跳。他看着我，满眼的深情。我当时一下就蹦开了，何方妖孽，恐怖如斯。后来他拍了张带我背影照片，发了朋友圈。毕业了，你也不清楚我的这份心意。下面还有人评论，好好哭的暗恋。逗呢，别太疯狂。你的心意，你有心吗？不是你5年级往我抽屉塞癞蛤蟆的时候了，不是你放学堵我的时候了，也不是你威胁全班孤立我的时候了。这件事就像一个万年冰库里埋藏的冷笑话一样，冻得人胃疼又恶心。当初你欺负人的时候怎么不谈心意？现在你跟有病似的说你有多深情。后来有人替李周给我发消息，
他那么喜欢你，你为什么要对过去耿耿于怀 ？2. 别装好人，别替我装好人。如果一句喜欢就能抹平当初的事情，那我说一句喜欢，我杀了你也没关系吧？我不是菩萨，任何事情都无法弥补我的伤。我不恨他，是我不想恶心自己，不是为了放任他继续来恶心我。看到最后，果断拉黑删除。也就这照片不清不楚的，不涉及肖像权，不然朋友圈我都得给举报了。越想越气，毕业我是1秒都没在家多待，一想到隔壁住着那个傻逼，我都气得七窍生烟。他是有能耐的，这么多年能这么气到我的真不多。他当时欺负我的时候都不气，现在发这种朋友圈我是真气得不上不下的，属实越想越心梗的程度了。我甚至都开始怀疑他就是讨厌我，想借这张照片这个朋友圈谋害我。居心叵测，这也太居心叵测了吧，纯纯的刻意谋杀。难道趁着毕业气他还有不在场证明，准备直接气死？我痛心疾首，太坏了。我都没等到第2天，连夜扛着行李箱走的。我到京城的时候还是凌晨，出站就看见了许博。我大惊，我没给你发消息，你不是刚放假？我看你没给我回消息，就感觉你会来。你怎么猜到我凌晨？等了1夜吗？也没，就是查了最近的飞机，感觉你会这个时间到。许博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人类吗？我是。我看着刚亮一点的天空喃喃道，那你一定是给我装了定位。我不信，他最后笑了笑，把手机递了过来。那是我爸发给他的消息，许博呀。钱静怎么不在家？电话也打不通，他是不是去找你了？下面是许博笃定的回答，是的叔叔，他已经坐上飞机了。我看了许久，忽然开口，许博，你怎么这么确定？他没回答，他就是个王八蛋。他清楚一切，就是不告诉我准话，我生气了，生大气了，怎么哄也哄不好的那种。他给我订了酒店，我不睡，我偏要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。他跟我说话我不听，我就戴着耳机玩手机。后来他揪了我的耳机，我错了。哟，许哥哥能有什么错呢？许哥哥这么厉害，是妹妹不懂事罢了。钱静，别哭。他把我的头发拢了拢，抹去我的眼泪。我也不清楚，我明明想说一些嘲讽的话，可话到嘴边说不出来，反倒是泪先掉了出来。人喜欢和不喜欢真的有很大差别。钱静，抱抱好吗？不好，许博，我成年了，我现在问你，我只是妹妹吗？你别说了，你自己好好想吧。你算什么破人？我要走了。你去哪？我需要知道。地址我到了，发给你。我去找乔最合租去了，他的文没写是吧？我鄙视他，他不在意我，一篇文写的都那俩男的。那俩男的有什么好写？我们俩合租，他都不写。不写就是没存在吗？不说话就等于关系不好吗？我怀疑乔最喜欢我，不然为什么那么隐藏我？为什么我那么有钱，不来陪我？后来至于他为什么选择别人，我感觉他是不想一直割我韭菜，他是因为不想要我钱。他当初还那么救我都不收我钱，果然他对我才是真爱啊。我爸以为我在许博那边，他也没多问。我就这么跟乔最合租了，乔最做饭真的很好吃。开学时我乐呵呵跟着他上学去了，不过就是一所学校，艺术院怎么离主校区那么远？晨晨也在我大3那年滚来了艺术院。这傻子在国外住了6、7年，现在变成了有点心机的大傻子。乔最是有点疯狂在身上的，晨晨来了没多久，有一次意外碰见。你别太离谱，你真谈啊？我当时那心情就跟看见最好的闺蜜谈了个合同一样。我不是说晨晨不好，晨晨其实不带私心的说，有钱、大方、富二代，抛开事实不谈，还真挺不错的。关键是他俩精神不在一个层面啊。就比如乔最给他讲国家商业模式走向，你让晨晨怎么听？他有点时间全谈女朋友了，他连挂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，你跟他谈就纯谈钱，压根谈不到感情层面啊。关键这晨晨还觉得乔最不跟他感情，这真的很难评价。晨晨那天跟我抱怨的时候，我真的就是脸上笑嘻嘻，心里 MMP， 你就是个富二代，你好好给乔最钱就行啊。
你养养乔醉，一毕业就把他娶到你们家，你们俩也算是知根知底，他替你管理公司，不比你自己回去祸害强得多，这才是最好的结果。孩子，你怎么只想谈恋爱呀？这脑子实在不行就换个吧。人家乔醉一开始就谈钱，就说明他是来跟你谈生意的呀，他拿自己未来跟你谈生意呀。晨晨不是坏人，乔醉也看出来了，乔醉是认真在谈这份掺杂感情的生意的。而晨晨唯一可惜的是，他是真的恋爱脑，他居然想像恋爱那样把控别人。我不说这道德不道德，但乔醉本身就不是来谈恋爱的吧，所以乔醉走了。再说他给我表白，他来的第1个月并没有见到乔醉，而是先见得我。他大约是在国外自由惯了。他给我吹嘘1年18个女朋友的时候，我吐了。他给我表白的时候，我满脑子就一个念头，是我最近不行了吗？怎么谁都敢尝试给我表白？我躺在病床上，让晨晨拿镜子过来。晨晨拿过来了，我指了指镜子，我觉得我挺好看的。他点头，你特别好看，你也看看镜子。晨晨走了，我安心了。乔醉那场恋爱谈的也快，结束的也快，然后他火速结婚了。曹，我到现在还没谈呢。女人，你在搞什么？再见乔醉的时候，他身边多了个弟弟类型的。他这个弟弟我也认识，我小时候不是跟踪了几天乔醉，有一次就被他弟打晕了。他弟跟他姐一样，板砖挥得极其熟练，我还没回头就晕了。我再醒来，少年戴着手套看着我，一把小刀凑在我脖颈前。你每天跟着我姐想干什么？想娶她。那刀扎了2分，我就如实说了。他送我离开的时候还是笑眯眯的，我姐人真的超好的，对吧？很开心你也喜欢她，下次不要跟踪了，多容易出事。他甚至还贴心的给我了一块创可贴，脖子上的伤疼吧？道歉啊，钱静姐姐，我那时候下手重了点。不妨事不妨事。这小孩长了一张乖巧的脸，但其实凶的嘞。他的故事落幕时，我都有点感叹，世事难料啊。但乔醉本身也够强，虽然在原始基金不足，新公司在原有市场稳固的情况下，居然还是做出了一点成绩。而且她老公就那弟弟考公去了，具体就不多赘述了，毕竟这是我的文，一直写他们，到底谁是主角？乔醉结婚那天我去了，我哭得稀里哗啦的，好盛大的婚礼。妈的，我怎么连个男朋友都没？捧花我抢到了，希望上天能让许博尽快给我个答复。乔醉的捧花挺灵验的，婚礼进行到一半，我接到了许博的电话。在哪里？在结婚。那边居然罕见的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你结婚？对呀，我刚宣誓完。钱静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你要来吗？来的话随多少份子啊？少于2万支付宝转账就行。很多，支付宝转不了。那银行卡汇款？那边呼吸急促了些。钱静，我想见你，非常想。电话挂了，我看着手机，心满意足。就乔醉下来敬酒时路过我的时候，难得给我耳语了一句，李周在看你。他刚刚问别人，你是不是单身，看起来想干点什么，你自己注意。我回头就对上李周势在必得的目光，乔醉这次为了收份子，是真把所有的人都喊过来了，包括李周那一群。我揪住乔醉，你少赚点不行吗？他们给的最多，回头咱俩55分。55分啊？那没事了。我这辈子的乐趣，从特别理智的许博嘴里听一些不理智的话，从特别抠门的乔醉手里抠一点钱出来，这种独一无二的偏爱真的很快乐。李周过来的时候，我穿着伴娘服退了一步，结果他直接跪在我面前了，天地可见，这次不是我提的，别当众碰瓷。结果他兄弟给他递了一捧花，钱静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他给我花，我又退了一步开口，你先起来说话，咱们俩素来不图熟，也没什么话需要跪着说的。我话很委婉，毕竟这是乔醉大婚，可我一回头就看乔醉吃章鱼小丸子呢。她老公还给她在剥开心果，姐姐还有什么想吃的吗？瓜子给我拿一把，让我磕着看。草，28分，谁跟他55分？28，必须28，我要8，他要2的那种。他不打圆场，也就默认我不用顾及自己随意处理就行。
而这边李周的捧花放在了一旁，他又拿起了一个小盒子。钱静，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虽然有过很多相爱相杀的经历，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走向终点必须的过程。这是我给你挑的戒指，这话说的真邪门。保安呢？保安在哪里？有申警兵啊。我没找到保安，下一秒有人穿过人群，握住了我的手腕。他有未婚夫了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他一个人坐在这里，被误会单身了。哟，这不是我那个还要想的哥哥吗？终于来了呀！我立马跟人跑了，跑之前我还不忘回头问了李周一句，一直都觉得你有臆想症，怎么没抽空去看看？他愣住，你说什么？谁喜欢你？谁跟你相爱相杀？就你这种没成人前不干人事，成人后不说人话的人，任何人被你这么表白，都是这辈子最大的污点。你自己有病就算了，为什么要牵扯我呢？仅仅是因为我人美心善，不爱骂人，就该被你这种傻逼看上吗？钱静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能有什么意思？说点实话罢了，别恼羞成怒啊。同学结婚呢，开心点，别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丑恶的嘴脸啊。李周手指都要捏碎了，我吓得往许博怀里藏了藏。李周对上许博的目光，到底忍住了。钱静，看在你今天是个女人份上，我就不动手了，别给自己找脸了。你看起来也就是只会欺负女人的人，你的脸早在当年欺负弱小的时候就丢尽了。钱静，揭人不揭短，我没揭短，我只是说你又蠢又坏，得理不饶人的女人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别呀，自己没理就要跑。往前欺负人我就不说了，今天大庭广众之下就这么跟逼婚似的，既然没理，能不能跪下磕一个道歉？他不说话了，我一翻白眼，抱着许博更紧了。他不会恼羞成怒上手打人吧？许博拍了拍我的后背，不会，除非他特别不要脸。对不起，围观的群众到底没憋住，都笑了，只有李周脸发青，我是真担心。这种人做坏事，你都要怕他被嘲笑，本来尊严就不多，别人给他嘲笑没了，装不下去怎么办？嘤嘤，好可怕呀，哥哥，你看看，没有你我一个柔弱的娇女子怎么办？这不是有我。嘤嘤，哥哥不是不同意吗？没，就是想的有点久。那是同意了。我抬头盯着他，他不说话，手却没放开。番外乔醉，我后来找乔醉，我有很多疑问，比如第一条，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晨晨，却不喜欢我？我也心甘情愿被你割了那么久。乔醉委婉开口，他看起来一眼能看透。你是说我心眼子多，一眼看不清？乔醉头又摇得跟个拨浪鼓，我没这个意思，我就是觉得我没你聪明，家世也不行，在你面前我自卑。哇，乔醉好可爱，抱着蹭蹭。宝贝，别这么想，我爱你呀。我一开始就那么爱你，骗我吗？骗我，我心甘情愿。第二条，你还缺钱吗？你的钱到底去哪了？他看着，许久又拿出自己的一本账单，福利院不止我一个人，我就是想让他们除了基本需求，也可以有一项爱好。乔醉，你的爱好是什么呀？我问，你的爱好，你的梦想，或者说你当时到底想要什么？你当年是被钱拦住没办的事，究竟是什么？我想学刻字，我小时候一直想买一块墓碑。给谁？我爸妈，我妈是名医生，感染非典死了，我爸爸是一名老师，死在了地震里。我记得他们，虽然他们都不在了，可我还没忘，现在怎么不学？乔醉看着忽然有点茫然，许久，他忽然捂着眼又笑了，别问了，钱静，我忘了他们叫什么了，我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番外许博，我摁着许博，老实说，我高三毕业，你为什么拒绝我？你太小了。我瞬间站直，你说清楚，我不小。他垂眸，那时你才18岁，18岁才刚刚成人，你还没接触这个成人的世界，你的选择要为你以后负责。你怎么知道我不能负责？可我也需要为你的选择负责，我都不清楚你喜欢我，是因为我一直在你身边，还是因为你没见过其他人？4年不联系，那就不怕我真的喜欢上别人？钱静，你的选择我会尊重，如果人没有本质问题，喜欢也未尝不可。我乐了，那如果不好呢？比如染个黄毛骑个鬼火来敲你门，喊大伯哥，
我鬼火停你楼下安全吗？许博捏了捏眉角，我不尊重你的选择。你比我爸更像我爸，你不像我姑娘，你像我爱的人。番外做客，我偶尔会去乔最家做客，偶尔碰见她老公。那小孩还是表面笑眯眯的，每次看见我都说钱静姐姐又来玩了，当成自己家就好。但乔最一不在，他就收了笑，这是你家吗？真把这当家了，这脸换的怪吓人的，而这时候只需要喊一声乔最宝宝。她老公磨着后槽牙，瞬间又换了笑脸，钱静姐姐怎么还客气，有事喊我就行，这么大老远来饿了吧？我去做饭了。炒什么菜呀？都是钱静姐姐爱吃的。最后给我做了2菜1汤，一道西红柿炒番茄，一道马铃薯炒土豆，还有个滚水鸡蛋汤。瞧瞧这该死的男人。番外李周，钱静结婚那天，我偷偷去看了一眼。我那时才明白，有些事真的从一开始错了。网上有个一直很火的话题，就是家庭里的重男轻女。而我也出生在这么个家庭，而我爸妈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都是重男轻女的极端。好消息是，我是男的。坏消息是，而我并不是独生子，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。我姐的存在像是家里所有人的发泄点，用我的话来说，她就是个倒霉蛋。因为家里所有人都不喜欢她，他们甚至坚定地认为第一胎女孩子会让家里倒霉。从我记事起，我姐就住在乱糟糟的阁楼，只有吃饭的时候才会下来。沉默寡言和灰扑扑的衣服是我童年对她唯一的记忆。我爸那年他12岁，因为打了碗筷被我妈骂了很久，最恶心最尖锐的语言让我都难相信那是我妈。我姐哭了，但是我妈骂得更大声了。哭什么哭，委屈你了，大半夜哭这么大声，不知道还以为我们家欺负你，你爸明天还要谈生意，真是个讨命鬼，我怎么就生了你？他没继续说，因为我被吓到了，我也哭了，他吓了一跳，凑过来抱着我，好乖乖，怎么哭了？我抹泪，姐姐很难受。管他干什么，好乖乖，来吃饭。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重男轻女，只是记得姐姐从来不穿裙子，也从来不化妆，头发被剪得短短的，背着10几年都没换过的破旧书包。妈妈说，女孩子就该是这样子，不然是想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要勾引谁？我抬头看着她艳丽的裙子，开口问，可是妈妈也穿的裙子，这样很好看。她愣住，好久才反应过来，那是因为妈妈结婚了，你姐这种小姑娘只有穿的差点才能不惹事。好儿子，走，该上学了。我的小学生涯在钱静来之前都是顺风顺水的，班里的男生女生都怕我，他们都是小心翼翼的躲着我。偶尔有被我欺负的，也发现告家长告老师都没用，家长的话只要给点钱就不会说什么了，反正也没有实质性伤害，甚至有很多家长怕惹事都不敢找过来，而就连老师都对我格外纵容。钱静搬来的那一年，我出门玩，刚出门就看见她了，她穿着精致的公主裙，拖着可爱的小箱子，连头发上的小卡子都精致极了。我当时想，她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打扮得这么好看？又没什么用。她爸爸和她一样，什么都不懂，也不要个男孩子，一个小姑娘养着有什么用？早晚要嫁到别人家。我想跟钱静说，你是女孩子，要给家里省点钱，结果她却踹了我一脚，还让我滚开。她就是没礼貌的讨厌鬼，我总是讨厌着她，讨厌她每一套漂亮衣服，讨厌她不肯吃一点亏的性格。明明姐姐就是那么乖，妈妈也说女孩子就该是乖乖的，为什么她不乖？为什么她身为女孩子，却一点都不需要讨好别人？高中的时候，她也没改，大大咧咧，随心所欲，偶尔路过我家门口，也是穿着鲜艳的裙子。我苦口婆心的跟说她这个样子不行的，以后不会有男生娶她。结果她翻了个白眼，李周，没人是为了讨别人喜欢而生的。我看着她，阳光下的她自由自在，灿烂而耀眼，我想打破那份灿烂，甚至去诋毁那份灿烂。是因为我有一丝嫉妒的，嫉妒他们也可以和我同台竞争，嫉妒他们也可以做得很优秀，嫉妒他们有的人也可以靠自己来打破千百年生育本身带来的枷锁。我姐姐从小不受家人重视，最后却考进了重点大学，而钱静也是，他们努力得如此耀眼。那时我才发觉，似乎世界也不只是我的，也是他们的。女生又怎么样？女生也可以有自己的方向，自己的事业，
自己勇敢而自由站在世间。姐姐毕业后再也没跟家里联系过，偶尔会寄点钱。倒是我妈念念叨叨，她就这么走了。她真是翅膀硬了。我姐有10年没回家，也不打电话，也不发消息，除了偶尔打回来一点钱，她几乎是和家里没一点联系。开始我妈也硬气，直到后来有一天，我妈找到我，你姐是不是挺恨我的？我点点头，大概吧。她愣了一下，喃喃道，可当初我妈连饭都没给我吃饱啊。